这里是美索的垃圾场，现在的气味让人难以忍受。但是从缅甸逃出来的难民在泰国无法合法生存，所以他们只好以垃圾场为家，捡垃圾为生。废弃的垃圾堆积成山，空气中是令人作呕的腐臭酸味，在这里呼吸1秒钟都是一种痛苦折磨。没想到却是难民的避风港。There are around 300 people who are from Burma. They are migrant people live here. So the place is very dirty, smelling, and then stink. Also a lot of fly. So even though the time they eat together with the fly. In the morning, the garbage came from the markets. They looking for the plastic to sell. Sometimes they quite often they find the fruit or vegetable. They collect and then they clean with water. They cook and then they eat. Quite often I see they collect the meat people throw from the market because of they wash with water. They mix with the salt and they make dry and they eat again. 默默婷，缅甸难民画家，1994年逃离家园后，就把流离异乡的苦难惊恐幻化成一幅幅水彩画作。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在垃圾场旁的房子，几乎都是自己，就是都全部是自己盖，然后用树叶还有竹子搭成的。房舍也都是从垃圾场捡的塑胶布。So they are born here. That's the middle. So how long have they lived here? 6 years. 6 years. They live here 6 years. 他们住在这已经6年了，所以小孩都在垃圾场出生。So they were born here. In the garbage. ကလေးဒီမှာမွေးလာကလေးတွေ I think she has the 5 children, but 3 children was born in here. How can they survive here? မင်းတို့ဒီမှာနေတော့နော်ဝါဒီတွေနေဖို့အတွက်ဘာလုပ်လဲ What do they drink? They collect plastic and then sell the market and then they get money and then they eat food. They buy the food. So they are from Burma, right? They are from Rangoon. 在垃圾场出生，在垃圾场长大，该上学的年龄却无法读书，因为从小就必须学着捡垃圾换钱，维持一家生活。女孩们在污染的垃圾湖边玩着人家不要的洋娃娃。男孩们踢着被丢弃的破足球，他们的世界除了垃圾还是垃圾。难道这就是逃离家园、追求自由的代价 ？They have to stay here. They don't have any money to move. Even though here, so already difficult. If she moved to Messao, what? That's why she. 四周腐坏的气味，几小时的采访下来，连数次造访作画的默默婷都无法忍受。但垃圾山的难民们却在这里过了好几年。This is my second time to make painting about them. 2006, now 2014. I think garbage is not for human. Burma is not better yet. 关于小孩子的未来啊，他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因为他本来是想让小朋友去前往第三国安置，
但是因为现在奇瓦第三国安置的计划等于说已经结束，应该说已经关闭了，他已经不再接收新的。对，所以他现在也不知道小朋友未来要怎么办。成千上万的缅甸人孤注一掷逃离了烽火家园，曾经以为跨越了边境就到了自由新国度，却没想到只是在战乱与苦难之间做抉择。世界之大，更只能活在边陲，终身圈禁。回家或是梦想，都是一个再单纯不过的想法。但当返乡的道路永无起点，当怀抱的梦想终难成真，人生就只剩下一场无尽的等待。等待着衰老，生命逝去，最后终于能离开这4平方公里的国度，被安葬在围篱外的一处坡地。逝去的身体总算是挣脱了囚禁的铁网，但漂泊的灵魂是否真能就此自由？数十万缅甸难民何时能展露如默默婷画里的笑容，结束漂流边境的苦难人生？或许答案就如同寂静的远山，永远没有回应。欢迎回到4平方公里的漂流，聚焦泰缅边境。缅甸政府军与少数民族的武装冲突持续超过半世纪，直到2011年，缅甸新政府释出善意，和反抗军签订和平协议，战火才稍稍停歇。但是在边境的深山丛林里，还是不时传来枪炮声和人民的惊叫呼喊。我们这次透过特殊管道，前进缅甸最大的反抗军武装部队总部，探索丛林内战一甲子的恩怨情仇。萨瓦迪卡。啊，你是 Lucy， 他们叫 Lucy。Hi,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Lucy 32岁，在泰国美索出生的缅甸克伦族人。简短问候，接着不发一语地载着我们往边境前进，因为他要带我们走一条非法越境的秘密通道。笔直大马路逐渐变成蜿蜒的小山路，最后停在河边。所以我们现在是这边就是可以安全的过河吗？可以，我们等下等船来过来接我们。你们不要考虑啊。所以一般人不会知道这条路，是不是？还是就是只有克伦族的人会知道？他们边境的两边都克伦族，所以其实就是搭个船到对面的村庄这样子。但是一定要有人接应就对了。对啊，是因为现在被划成国界嘛，所以才会变成这样。不然早期还不是界河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一个村庄两边这样子。过独木桥，穿越浓密的草丛，前面就是我们要搭的小船了。其实现在这里已经是泰缅的边境，一个界河。那事实上，我们搭的船到的就是缅甸的境内。游车再转船，这条清澈小河分隔了泰国与缅甸，无数克伦族村庄沿着两岸零散分布，宁静而神秘。This is Yeah, over there. There's a gate.
Again? KNU, KNLA, and PPC, so Peace Council. Welcome to Welamu. Welamu. KNU 全名是克伦民族联盟，是缅甸境内最大的民族武装部队。在整个泰缅寮交界的大金三角地区，也是最悠久而且最顽强的一支武装军。那个 checkpoint， checkpoint， 所以就是驻守在这个边境村庄入口，等于说，如果有什么状况发生，他们就是或者说有人要过来，他们就会从这边先做个检查。OK， 所以这里就是第一个那种岗哨。No? Oh my god！ Yeah, like this. 这是真的，这 This is a real one, right？ 弹夹把它先拿掉。这个是弹夹吗？这个吗？对啊。哦，好，这很危险。所以我要很小心。你不要对着我。真枪实弹的 M16步枪，往村庄的路上到处都是武装军人。我们已经来到缅甸最大的反抗军组织——克伦民族联盟下的民族解放军 Peace Council 大本营。大概多半都是这边都是几岁啊？他们 19 yes. Nama. Hah? Ma tujuh kok 18. 18 Lên nama. The same. 18。武装部队里多数都是不到20岁的年轻小伙子。大部分会来当军人的青年，就是因为家人就是受到伤害，所以他就是有那样仇恨在，然后就来当军人。他也是为了要保卫他自己的家人跟村落，然后他才来当军人。如果他们克伦族没有军队，那缅甸军会更瞧不起他们。克伦族是仅次于缅族的第2大民族，有600多万人，占总人口10%。祖先来自青藏高原，比缅族还要早迁入缅甸。早在19世纪英国统治时期，克伦族就拥有自己的武装政权。依据一份国际人道组织的报告显示，为了镇压少数民族，缅甸军队长期以强征劳役、强暴妇人、烧毁村落等暴力手段进行军事扫荡。深沉悲痛、沾满血泪的种族仇恨，挑起了边境的丛林战火，长达60年。缅军交战过，然后它上面的那个就是刺青，它就写说浴血奋战，就是不死不归这样子。跟进就是近距离跟缅军作战，然后就是割喉，对，那叫什么？对啊，对，割喉，然后喝他的血。他说他有杀过缅军，然后吃缅军的肉这样，然后他说，对。应该是真的啦，恨之入骨的。所以他们真的非常的恨缅军。对。2层楼的水泥房屋和一般克伦族人住的茅草屋很不一样，门口还有好几名持枪军人守卫戒护。这里就是反抗军领导的住所。Ini lah polisi. 知道这个炮，中间这个是说这个军队的最高首领。เป็นญาติพี่น้องกัน 他的爸爸是就是第二顺位的那个领袖这样。So he is your father. Yes. 大顺。登盛总统。นี่ก็พ่อ。这是爸爸。所以就是当时签订的是和平协议，停火协议。当年说已经没有冲突了，然后他们相处就会比较像是同胞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克伦民族联盟最鼎盛时期，拥兵超过6万，是缅甸最强大的民族武装。2011年登盛上台后，展开了和平谈判，陆续和反抗军签订停火协议。嗨。Dusi 的父亲耶努将军就是克伦民族联盟分支的2当家，目前手中还掌握5000名军力。